深夜，寂静的业主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消息：死亡讣告，幸福小区4号楼孙振国先生于4月1日不幸去世，深感哀痛，仅此讣告。4月1日，明天。我一脸疑惑的又看了一遍，长这么大不是没遇到过死人的情况，可来自后天的死讯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发错了时间，还是有人在恶作剧。下一秒消息被人撤了回去，我不自觉地舒了一口气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对方又发来消息，这一次不仅有讣告，还有一项黑白照片上的男人一双凶悍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，透着一股诡异。照片上的男人我认识，他的确叫孙振国，住在3单元，可他活得好好的。不久前去超市时，我还遇到他来买烟。带着好奇，我点开了对方的头像，一望无际的黑，连昵称也是空白的。点开他的朋友圈，只有一道黑线。我正在疑惑，手机突然响起，孙振国亲自出来辟谣：你竟敢诅咒老子，是活腻了吧？你是谁？赶紧滚出来！有本事咱们单挑！孙振国的火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，开始在群里骂骂咧咧，可对方一直没有回复他。他不甘心，又艾特了楼长，问他黑色头像是谁。楼长查了一圈也没弄清楚对方的身份。孙振国一肚子火没处发泄，在微信群里不停地发送语音，输出毕生所学的脏话。然而对方依旧没有现身。本以为闹剧就此结束，可第二天孙振国真的死了，死于车祸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个提前发布的讣告，忙不迭地打开手机，意外的是那个讣告竟然消失了，连同发布的人也不在群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孙振国聊天记录还在，他不可能对着空气发疯，这也太邪门了。最初小区里人人自危，生怕那诡异的讣告上会出现自己的名字。庆幸的是死亡讣告一直没有出现。3个月后，大家渐渐遗忘了这件事。然而在生活回归平静时，死亡讣告再次出现了。下班回来的我突然看到单元门口贴着一张白纸，上面森森然地写着一段血红色的大字：2单元赵硕先生于7月25日离世，哀痛万分，仅此讣告。明天就是7月25日，真的又有人要枉死。赵硕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拼，看到讣告上是他的名字，我忍不住发去语音询问：赵硕，你看到门口贴的讣告了吗？我看到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丧呢？好端端的我招谁惹谁了？或许是被吓破了胆，他说话时止不住的发颤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孙振国的死太震撼，太恐怖了，我不敢拿生命开玩笑。10分钟后，2台警车驶进了小区，先是把贴在墙上的讣告撕下，随后帽子叔叔分成3组，一组查看监控，一组重点研究赵硕的生活轨迹与人物关系，一组群访小区住户，寻找杀人线索。整个小区陷入了恐慌和恐惧之中，可赵硕还是死了。25日清晨，伴随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赵硕破窗而出，接着是一声闷响，死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这哪是讣告，这简直就是催命的符纸。此时业主群变得躁动起来，大家惴惴不安地议论着当下的情形。赵硕跳楼了，他和之前死的那人到底有没有关系？谁知道呢？这也太邪性了，我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谁说不是呢？第一次觉得我命由人不由己，该不会是咱们小区犯忌讳吧？要不然怎么会频繁出事？要不找个风水大师瞧瞧？看着大家沮丧的发言，我的心也陷入了谷底，头上仿佛悬着一把无形的刀。警察对这件事高度重视，设置了大量警员进行勘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案发现场没有第三人的痕迹，种种迹象表明赵硕属于失足坠楼，暂定为自杀。业主们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我没想到，下一个出现在死亡讣告上的名字竟然是我。咚咚咚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夜晚的敲门声竟让我有些心惊肉跳。麻烦放在门口，谢谢。外卖员应了一声后，脚步渐行渐远。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迅速将打包袋拿进房间，随后将门反锁。取出外卖盒的刹那，我一下子愣了。盒子的底部粘着一张折叠的白纸，颤抖着双手打开白纸，又是一张熟悉的黑白照片。死亡讣告：3单元降之女士于8月20日不幸死亡，深感惋惜，仅此讣告。看完上面的每一个字后，我的手一抖，电话掉到了地上，好像被晴天霹雳击中。这是我的名字。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，我迅速报了警。挂断电话，手机显示为10时50分。我忐忑不安地祈祷着警察能尽快赶到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强烈的恐惧下让我的头昏昏沉沉，我吓得躲进了卧室里。突然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，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，紧接着声音渐渐离远，好像进了厨房。再从厨房出来后，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，耳边真真切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他真的来了。我的脸色陡然变得苍白，手也不住的发抖，颤抖的嘴唇咬紧牙关，极力不发出一丝声音，贴着房门蹲了下来。
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，浑身止不住地发抖。接着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却透着杀气的男声：江之，看到你的讣告了吗？我来送你上路。咚咚咚，把门打开吧，也逃不掉的。男人嘿嘿一笑，锁了门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下一秒是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我不禁将脑袋探出来，门口一双邪恶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我被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别过来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求求你不要伤害我。他愣了几秒，也不认识我正常。你还记得宋玉吗？我是他哥哥。他眯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问：宋玉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初中时代，家庭优渥的我无人敢惹，大家争先恐后的巴结我。宋玉是插班生，虽然是个乡巴佬，学习成绩却格外好，加上他长相甜美，很快就得到老师和很多同学的青睐。我觉得宋玉威胁到了我的地位，把他作为假想敌，处处针对他。于是我找了关系要好的2个朋友，制造了一场绑架案。这件事发生不久，宋玉就退学了。最初我很愧疚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。想起来了吗？他阴森森地开口：我知道错了，你放了我吧。宋玉退学我也很难过，我只是想吓吓他，没想怎么样，他应该去别的学校读书了吧。读书？他死了，被你害死的。什么？宋玉被关在一个破房子里1天1夜，早就吓坏了。终于有人打开了房门，他以为自己获救了，没想到又遇到了一个恶魔。被欺负的宋玉患上了抑郁症，最后从楼上跳了下去。你们都该下地狱！男人用力掐住我的脖子，声嘶力竭地吼着。我缺氧到喘不过气，2只胳膊奋力又徒劳地挣扎。我不知道会是这样，我只是让赵硕吓他，对不起。道歉的话亲自对宋玉去说吧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安全了。宋玉哥哥被赶来的警察制服，正在接受审查，似乎预感到我醒了，他猛地看向我，眼里再次杀气腾腾。我害怕地将头缩了起来。意外的是，让人闻风丧胆的死亡讣告，始作俑者竟然是我。当初是我指挥赵硕和另一个同学绑架了宋玉，另一个同学在大学期间因病过世。孙振国就是闯进破房子的恶魔，他和赵硕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似乎是个幸运儿，可现实告诉我良心的谴责和深夜的噩梦，让人生不如死。我不配得到受害者的原谅，只能祈祷校园霸凌越来越少，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。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，男友小白突然给我打来电话。酱汁，这是真的，这个游戏真的有效果，它定会让你大吃一惊。我有点诧异，所以说它真的能让你的倒影消失？是的，真的很有趣，你试一试吗？可以把它当做这无聊夜晚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。在男友的不断怂恿下，我的好奇心也开始跃跃欲试。好吧，那我该怎么做？10分钟过后，我站在了浴室的镜子前，关掉灯，点燃一根蜡烛，将其放置在水槽周围的柜台上，然后询问男友：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现在拿起蜡烛，把它靠近你的胸口，看着镜子。于是我右手拿起蜡烛，左手拿着手机，看到手机里的男友正和我做着相同的动作。现在开始微笑，对着镜子微笑。接着我将蜡烛靠近我的下巴，尴尬了几秒之后，我的嘴唇张开，挤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。此时我能够听到外面北风呼啸，树枝不停地刮擦着我的窗户，这令我的内心不禁颤抖起来。但更为重要的是，我能够看到镜子中映出我脸的轮廓，他对着我咧着嘴微笑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我分明看到倒影中的眼睛调皮地转向一边，可我却站在这里一动未动。我的倒影竟然独自行动了，这让我瞬间感到脊背发凉，总感觉有人在黑暗中监视着我。我赶忙闭上眼睛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大脑产生的幻觉。等我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，我睁开眼，瞧了一眼镜子，我的笑容瞬间消失了，但是镜子中的倒影却死死地盯着我，嘴唇依旧扭曲着微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小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快看，它有效了！赶紧停止，小白，赶紧停止这个游戏！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停止这个。情急之下，我赶紧放下蜡烛，迅速把浴室的灯打开。当房间被照亮时，我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可看向镜子时，我有些傻眼。小白，真的起作用了，我的倒影消失了，现在镜子里什么也没有。哈哈，我就说这真的有效，别担心，明天一早你的倒影就会回来。可是我仍然能在手机屏幕上看到我的倒影，这东西只适用于镜子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这样认为。可是，